敢吃生食的人可能要考虑一下。超嫩，入口即化，好好吃哦！产季中的水果，超多汁的，水蜜桃很好吃，超 juicy 的。它这个肉真的很难看，也是盐烧的，因为这个非常牛肉其实是朋友的一种。提供那个味噌汤，可以吃喝浓郁的味噌味，好喝。推荐其实是一间咖啡厅，沏茶路人，据说也是航海王漫画的取景地之一。水布丁为米有名，分为3层，底层是透明的果冻，中间是香浓的布丁，而上层是焦糖。在这里，我们居然还发现一台车不小心开到天空了。他知道你卖饮料的，那一定是好吧？就是这个时代。坐了2个半小时的车，来到了飞驼高山的宫川早市。那因为是早市的关系，现在已经接近中午12点了，所以许多摊位都已经在收摊了。那每一个那个白色棚子都是一个个摊位，有卖一些蔬菜啊、水果。那在这个季节呢，就是主要都在卖水蜜桃，那也蛮多观光客在买的。那因为这里的水蜜桃价钱应该是比名古屋市再便宜一点点。那我们进去看看有卖什么吧。Sammy 走吧。Sammy， 你看这是他们的市场哦，他们都会在这里买菜哦，有西瓜、哈密瓜、南瓜。Hello， 我是史蛋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频道主要是分享观光的当地美食跟体验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忙订阅一下哦。这一集我们参加了名古屋的1日行程，要来看看高山上的宫川早市、飞驼老街。跟一生一定要来一次的白川乡合掌村，夏天的合掌村到底有多美？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吧！来到这里有一个必买的纪念品，就是猴宝宝萨鲁波波，它红色的身体代表可以趋吉避凶，那还有做成其他不同颜色，例如粉红色可以带来恋爱运，绿色可以祈求学业考试顺利。记得买一个为自己祈求好运吧！来到这里一定要享用飞驼牛的相关美食哦。飞驼牛是产自岐阜县飞驼地区的顶级和牛，以细腻的大理石纹脂肪、入口即化的滑嫩口感和丰富鲜美的风味著称，被誉为日本最优质的和牛之一。那我们先来吃吃看飞驼牛肉包吧。先来吃看这个飞驼肉包，这个肉真的很多，真的很 Q， 所以这个包子很推，要来买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飞驼老街，这里是一座宛如北阿尔卑斯小京都的山城，以保存完整的江户时期古街、传统工匠文化和以飞驼牛美食而著名哦。这里是体验日本乡村风情与手工艺魅力理想的地方。快点，快点！店里面装潢复古，也有提供座位区及冰水，所有的餐点都现点现做，所以可以坐着稍微休息、喝冰水，等候美食。我们来吃这个飞驼牛寿司，我点了一个 wasabi， 是有那个 wasabi 什么？wasabi 跟盐味的飞驼牛，那它这次都不是全熟的，所以如果不敢吃生食的人，可能要考虑一下。那我来吃吃看。好嫩，牛肉好嫩哦，入口即化，好好吃哦。Sammy，你要吃吗？我帮你把瓦萨比弄掉，你不敢吃瓦萨比，好好吃哦，入口即化，你咬一半就好，咬一半就好，咬半咬，是不是入口即化？
水米好不好吃？小便好吃啊，可愛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在是那个水蜜桃季节，那我们点了一个 Momo Softo， 就是水蜜桃冰淇淋。那我刚刚看到它就是真的在现切那个水蜜桃，来吃吃看这个水蜜桃冰淇淋。好好吃哦，很浓的牛奶味，蛮甜的。水蜜桃是它那个现切的。超多汁的，产季中的水果，非常的新鲜好吃。水蜜桃很好吃，超 juicy 的，但是冰淇淋有点甜。但是水蜜桃真的很好喝。那留给我。我们这次参加的一日游行程是在 Klook 线上购买的飞驼高山及白川乡合掌村世界遗产探访一日游哦。那由于行程非常匆忙，我们只能在老街待1个半小时。那我们刚刚已经品尝了飞驼牛肉包以及飞驼牛寿司，那我们现在要赶快去找飞驼牛串烧。1番、2番、3番。OK。バイチケット系、チケットマシン。啊，チケットマシン。我们经老板贴心提醒，这里要经由贩卖机点餐的哟。然后现在换我来吃一下这个飞驼烤肉串，可以看到这个肉真的很厚实。哇，它肉真的很大块，而且是盐烧的，很 Q， 很香，很好吃，而且肉很扎实。而且因为这个飞驼牛肉其实是和牛的一种，所以它真的很软嫩。这个飞驼牛肉串一定要点哦，很好吃，很推。有啊。这边还有很有名的味噌，那它会有提供那个味噌汤的免费试喝。那我们刚倒了1小杯，还有提供这个试喝的杯子，我们来喝喝看吧。很好喝，很顺口，不会死咸，蛮浓郁的味噌味，但是不会到太咸，是可以一口一口喝下去的那种，好喝，推荐。Sammy 好喝吗？好喝。由于天气实在是太炎热了，我买了一支由橘子做成的橘子冰棒给小屁孩吃，应该是蛮好吃的，因为他一口都没有留给我。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一日游行程，大人的费用大概是1100块台币，而小朋友大概是900块左右。那9点会从名古屋车站出发，搭快3个小时的车程来到飞驼。那这个行程优点就是自己完全不用做功课，导游也会用中文稍微解说当地的行程特色以及推荐美食及餐厅。那缺点就是整体比较偏走马看花，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品尝美食。当然，团体行程在时间上也会比较匆忙及有压力。我们刚刚去飞驼高山的老街吃了牛肉，那我们坐了1个半小时的游览车，来到了白川乡的那个世界遗产合掌村。那在我身后这个房子呢，就是合掌村。它为什么叫合掌村？是因为它就像是手合掌，然后大概撑开60度左右，然后因此而得名。那它其实最漂亮应该是冬天，因为它会有白雪覆盖在那个屋顶上，然后1月的时候也会有点灯的仪式。那现在夏天的话，非常非常的热，大概38、9度。那这里是合掌村世界最大的一个部落，那在富士山的脚下也有一个小的，那这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。建议还是冬天来，因为真的太热了，而且冬天比较漂亮，还有点灯仪式，那应该是蛮可爱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夏天的合掌村39度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吧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咯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警示语哦，由于冬天会下大雪，那屋檐又是斜斜的45度，所以
有提醒落雪注意的警告标示。我们这次参加的行程是没有走上合掌村的瞭望台，而是直接走入合掌村去直接欣赏美景。而在这里有100多栋的合掌造的茅草大屋，四周就是山景环绕，非常壮观。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如童话般的山村，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日本淳朴生活风景。这里虽然海拔偏高，但夏天还是高达38、9度哦。那秋天可以来欣赏红叶的风景，那冬天更不用说了，就是要来欣赏雪景以及点灯仪式。好了，不要这样。在这里有一个导游推荐的拍照打卡点三小屋，这其实是一间咖啡厅，气茶若人，据说也是《航海王》漫画的取景地之一，所以有很多游客都会在这个三小屋拍照打卡。这里还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布丁店，由于大排长龙，我们并没有时间享用到。那听说这里的布丁是以水布丁为有名，分为3层，底层是透明的果冻，中间是香浓的布丁，而上层是焦糖，感觉应该是蛮好吃的吧。如果有经过，记得来排队看看哦。那走着走着，我们又来到了由当地人所提供的休憩所。那记得上去要脱鞋哦，里面就是很传统的木造房子，地板是榻榻米。如果走累了，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。不过里面是没有冷气的哦，其实是有点闷热。在这里，我们居然还发现了一台车不小心开到田里了，里面应该是没有人。那警察也来这里拍照做记录。那是那里卖饮料的，不是那里面洗手的吧？走了。Sammy 走了。变水柱了吗？好了。该不会是这个水吧？白川乡合掌村这里海拔偏高，也以水质清澈为有名哦。我们竟然在水口里发现了肥美的鱼，那应该是这里的奇景之一吧。如果想要感受昔日的农村生活，这里最推荐和田家，是村长的家，还有神田家及长赖家，这3个家都是可以入内参观的合掌造建筑，而其中和田家就是以前村长居住的地方，更具代表性哦。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纪念品店，有卖一些磁铁啊、手帕，上面有印有合掌村的造型。如果参加一日游行程，记得要留个10分钟、20分钟的时间来到纪念品店，挑选一些吊饰啊，或是一些美食伴手礼带回去的朋友享用哦。我们在这里其实只停留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比较偏向走马看花的行程。那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，这里也有一间咖啡厅可以进来，一边喝咖啡一边坐着欣赏合掌村的美景哦。旅行接近尾声，我们即将回到游览车去集合咯，一样会经过邂逅桥。邂逅桥是一座长达106公尺的钢索吊桥，是进出合掌村最主要的通道。而走过了邂逅桥，象征着踏入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村落。四周环山景，拍照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丽哦。由于合掌村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在这里是垃圾不落地的，离开前请记得把你的垃圾带走哦。走回游览车停车场，在这里也有一间卖飞驼牛串烧的店。那 Sammy 肚子饿了，我们也买了一串给他吃哦。所以如果还想要吃飞驼牛，这里是最后一个可以品尝的一站。这一集结束喽。
在下一集出来之前，可以先按右下角影片连结，连接到名古屋的上一集，或者是右上角的影片连结，连接到时代越南河内的游记喽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帮忙按一下中间圆形头像，帮忙订阅一下哦。不是诈骗，订阅真的不用钱。